如果说《侠盗飞车》系列是无数玩家的童年回忆，那么这款具有东方色彩的类 GTA 游戏就是引领着大多数玩家真正接触单机游戏的神作。无论是在公路上与正在飙车的极端分子展开激烈的枪战，还是在街头巷尾利用最花哨的功夫动作让精神小伙进入深度睡眠，游戏里的每一幕都能使玩家们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港味儿，就连当地的社会风貌也被极大程度的还原。剧情方面更是不亚于一部警匪大片，主角在正与邪之间的心理斗争，加上丰富的情节与高潮迭起的故事，使它成为了玩家心目中难以忘怀的经典。可饶是如此优秀的作品，最终还是因为游戏工作室的倒闭，导致玩家们再也无缘玩上续作，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也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那么借这个机会，狂魔就来给大家回顾这款被时代浪潮所淹没的类 GTA 神作《热血无赖》。首先，故事纯属虚构，主角名叫沈巍，自幼前往海外的沈巍，凭借强悍的身体素质，成为了一名最强的警员。由于沈巍家乡的极端势力新安逸在当地无恶不作，为了打击这些极端分子，沈巍受命回到家乡，准备以卧底的身份深入敌人内部。不久后，沈巍参与了一次极端面粉的交易，原本是为了配合警方将这些面贩一网打尽，可运气这东西主要还是靠运气。一个不明所以的码头保安意外打断了他们的交易，导致警方不得不仓促收网。好在沈巍还是被警方逮捕，并且顺利的进入了拘留所。在拘留所内，早就安排好剧本的沈巍成功见到了自己的发小杰克，再次遇见15年没见的儿时玩伴。杰克表现出了非常深厚的亲切感，在得知了沈巍因为在外面混不下去才回到家乡的遭遇后，杰克立马表示只要等他们出去，就可以带着沈巍前去投靠一名新安逸的红棍，而这名红棍同样是他们在儿时就认识的温斯顿。有条件的观众一般都称呼他为朱老温。当杰克先一步离开后，沈巍会见了负责此次卧底行动的2位上司，一个是将沈巍调派过来的佩德鲁，还有一个就是沈巍的直属上司雷蒙德。沈巍接近发小杰克，也正是为了利用他成为新安逸红棍温斯顿的手下，从而渗透并打击这个极端组织。之后沈巍前去找到了杰克，二人一边感受家乡的风土人情，一边谈论他们这些年的变化。杰克还去见了自己的女神九妹，但几个不长眼的暴徒却趁机跑来闹事。沈巍凭借过人的身手，谈笑之间就用拳头感化了这群暴徒。见识到沈巍实力的杰克，立马将他带到了温斯顿母亲的餐馆。在见到这位新安逸的红棍温斯顿以后，杰克迫不及待地向他说起了沈巍劝躺下10个人的经历，而温斯顿也认出了沈巍这个老相识。不过认识归认识，沈巍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就需要帮温斯顿做一些事情。于是温斯顿便安排了2把手康诺伊先带一带这个新人。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同样是红棍的狗眼前来找上了温斯顿。他们虽然同为新安逸的红棍，但私底下却为了夜市的控制权明争暗斗。狗眼曾是沈巍的姐姐沈咪咪的男友，但心狠手辣的狗眼却害得沈咪咪染上了面瘾，甚至经常遭到多人的袭击。因为这些悲惨遭遇，导致沈咪咪最终不幸离世。在狗眼认出了沈巍后，他没有丝毫愧疚的意思，反而还在说着一些不堪入目的话。尽管沈巍心中无比的愤怒，可为了真正打入敌人内部，他还是强行忍了下来。而温斯顿同样也看不惯狗眼，于是他立即安排2把手康诺伊带上沈巍前往了夜市。果不其然，狗眼的手下已经霸占了夜市。沈巍见状，立马上前好言相劝，狗眼的手下很快就被沈巍全部劝走。虽然2把手康诺伊不太信任沈巍，但沈巍的实力还是得到了温斯顿的认可。在之后的日子里，沈巍不但用以德服人的方式帮助温斯顿劝回了已经投靠狗眼的手下小明，还带上发小杰克前去借走了狗眼的一批手表。见狗眼策反了温斯顿手下的俱乐部，沈巍立即前去找到了俱乐部经理，经理还试图用脸去踢沈巍的脚。饶是如此，沈巍还是没有责怪经理，而是劝导经理回头是岸。最终经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沈巍的表现让温斯顿非常满意，温斯顿索性也就将一部分生意交由他管理。这也代表着沈巍正在逐渐取得他们的信任。期间沈巍还前往武馆学习了大名鼎鼎的永睡拳法，这使得他成为了家乡最能打的人。但毕竟沈巍还是一名警察，为了帮助警方抓捕面贩，沈巍利用温斯顿给予自己的便利，前去找到了之前被他成功劝回的小明。通过小明提供的渠道，沈巍协助警方顺利找到并逮捕了极端供货商。但正是因为这个举动，让小明猜到了沈巍极有可能是卧底。于是小明告诉了温斯顿，头脑简单的温斯顿当即就要清理门户。好在沈巍反应迅速，立马指出只要没了上一任供货商，小明就是最大的受益者。温斯顿一听感觉有道理，再加上小明之前背叛过自己，于是他根本不给小明解释的机会，直接将之扫地出门。在沈巍排除自己是卧底的嫌疑后，狗眼开始了针对温斯顿的行动。他前去袭击了温斯顿母亲朱大娘的餐馆。好在朱大娘并无大碍，但狗眼针对对手家人的行为也触及到了温斯顿的底线。他准备立即安排人手前去捣毁狗眼在海边的面粉工厂，但温斯顿这种大动干戈的行为很可能会遭到新安逸龙头的不满。于是沈巍提出了一个 plan， 那就是在他们摧毁工厂的同时，规劝工厂的负责人为温斯顿做事，事后给到龙头更多的分成，将新安逸的损失降到最小，那么龙头很有可能就不会迁怒到温斯顿。觉得非常有道理的温斯顿立即答应了下来。随后沈巍便与2把手康诺伊来到了狗眼的工厂。如今的沈巍早已在武馆学到了纵横天下的永睡拳法，没有任何一个敌人能够在沈巍手下走过3招。最终工厂被沈巍成功摧毁，而负责人也被沈巍带到了温斯顿面前。从这一刻开始，沈巍正式赢得了温斯顿的信任，就连一直看不惯他的2把手康诺伊也对之前的不敬表达了歉意。虽然他们成功摧毁了狗眼的工厂，但2位红棍之间的争斗必然也会引来高层的注意。果然没过多久，新安逸龙头波叔打来电话，让温斯顿和沈巍前去见他。在2人前去见波叔的路上，饶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温斯顿也不免有些心惊胆战，甚至还交代起了后事。温斯顿嘱托沈巍，如果自己一旦遭遇不测，
他希望沈维能够照顾好手下的一帮兄弟，以及他的母亲和未婚妻。尽管温斯顿头脑简单，但他只要认可了沈维这个兄弟，那就会将之视为家人一样对待。温斯顿一席话，让早就失去亲人的沈维真的有了一种家的感觉，但同时他的内心也在忠诚与任务之间陷入了无尽的挣扎。很快，二人来到了波叔的面前，波叔并没有兴师问罪，反而是非常看好沈维这个有勇有谋的年轻人。一旁的温斯顿乖巧的像个百来斤的孩子，一句话都不敢多说。随后波叔支开了沈维，准备与温斯顿单独谈谈，这可把温斯顿吓得不轻。不过幸运的是，沈维在离开后便接到了温斯顿的电话。原来波叔确实没有怪罪的意思，只是想出面让他们停止内部的矛盾。由于之前狗眼工厂的事情，上司雷蒙德觉得沈维不但参与了摧毁工厂的行动，还施展永睡拳法，让太多狗眼的手下永睡。就算沈维是卧底也说不过去。于是雷蒙德想要终止卧底行动，但沈维却说他已经接触到了新安逸的龙头，这可是渗透新安逸高层的好机会。雷蒙德自然也就无话可说了。如今狗眼吃了不小的亏，争斗也被新安逸龙头叫停。温斯顿想要趁这个机会与未婚妻佩吉做一件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那就是办一场盛大的婚礼。作为温斯顿的母亲，朱大娘就算是忙得不可开交，心里也是乐开了花。她让沈维前去帮佩吉采购婚礼所需的物品。如今的沈维已经是温斯顿最信任的人，身为大嫂的佩吉同样也将沈维视作了自己的家人。见沈维是个孤家寡人，佩吉还想给他介绍对象，这种来自家的温暖让沈维逐渐迷失了自我。之后他陪着佩吉前去挑选了婚纱，见嫂子想要一朵婚礼上用的黑兰花，沈维不惜冒着得罪方丈的风险，前往寺庙的深处讨要黑兰花。正是因为他的举动，让佩吉觉得温斯顿没有看错人。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婚礼当天。为换上了一身帅气的西装，前去参加温斯顿的婚礼。他也是发自内心为这对新人能够幸福而感到高兴。就连龙头波叔也亲自来到了婚礼现场。温斯顿见状，立马让沈维前去车里拿出一些好酒来招待波叔。然而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对新人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也注定会以血色婚礼收场。就在沈维前去拿酒的时候，礼堂内却发生了骚乱。意识到情况不妙，沈维立即赶到了现场。可此时的礼堂早已被乔装成服务员的暴徒们大肆破坏，带着满腔的怒火，沈维一路清理暴徒，最终在礼堂的一处角落发现了此时已经奄奄一息的温斯顿。温斯顿不想看到自己的未婚妻落得这种结果。他希望沈维能够带着佩吉离开这里，可殊不知佩吉早已失去了生命，而最终温斯顿也带着遗憾死去。看到将自己视作亲人对待的夫妻就这样失去了生命，沈维心中暗自下定决心，势必要将凶手找出来。而另一边前来参加婚礼的波叔同样也遭到了袭击，还好沈维及时赶到，搀扶着波叔，硬生生顶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将波叔送往了医院。经过这一次的血色婚礼，上司雷蒙德见沈维已经在这场卧底行动中投入了过多的个人感情，再加上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接近温斯顿，如今温斯顿已死，沈维就没有了继续卧底的必要。可他却根本不愿退出，一方面是为了替温斯顿报仇，另一方面是他将会取代温斯顿成为下一任红棍，这也是将新安逸彻底根除的好机会。事情过后，沈维来到了朱大娘的餐馆，这里早已没有了喜气洋洋的氛围，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母亲。可以想象朱大娘的内心是有多么的悲伤和愤怒。沈维也向朱大娘做出了承诺，一定会将凶手带到她的面前。因为当时在婚礼现场，沈维曾见过一名袭击波叔的枪手。根据调查的情报和追踪设备，沈维很快便发现了枪手。一想到幕后黑手触犯了底线的行为，沈维也不再留手。纵横天下的永睡拳法被他火力全开，见枪手想要逃跑，沈维当即施展轻功，以每小时200公里的时速奔跑在公路之上，不费吹灰之力，沈维便轻松赶上了枪手的汽车。然而还有大量的敌人妄图阻拦沈维，但他们的挣扎也只不过是螳臂当车而已。沈维很快便抓到了枪手，他并没有给枪手解释的机会，而是带着他再次以时速200公里的速度回到了朱大娘的餐馆。不出所料，回国自信的枪手立马说出了策划袭击婚礼的凶手正是狗眼。同样是如法炮制，不再留手的沈维单枪匹马杀进了狗眼的老巢。温斯顿和佩奇的死，再加上狗眼害得自己的姐姐悲惨的离开了人世，沈维决定新仇旧恨一起算。见大势已去的狗眼爆出了他背后的靠山，正是新安逸的极端红棍大嘴里。现在的沈维可管不了这么多，既然大嘴里在幕后指使了这一切，那么日后再找他算账即可。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将狗眼带回餐馆。而朱大娘在见到这个害死儿子和儿媳的凶手以后，也展现出了为母则刚的一面。做完这一切，沈维也算是给了朱大娘一个交代。而接下来他所要面对的就是大嘴里这个极端红棍。果然没过多久，大嘴里见除掉了温斯顿，于是派遣手下前来接管温斯顿控制的水街帮。但现在的沈维可是在水街帮说一不二，见大嘴里的手下如此嚣张，沈维立马给他来了一套日子冲拳。当然在新安逸也并不是只有李大嘴一家独大，另一名极端红棍江夫人也同样前来约见了沈维。他知道以沈维现在的实力根本奈何不了大嘴里，由于波叔还在医院治疗，以大嘴里的野心肯定会觊觎龙头的位置，再加上来自另外一股极端势力18K的威胁，如今的新安逸可以算是到了最危机的时刻。本就与大嘴里不和的江夫人自然就希望与沈维合作。沈维见二人的目的一致，索性也就同意了合作。不久后，新安逸的高层都来到了波叔的病房。由于现在新安逸群龙无首，他们决定推举出一位临时龙头。就在大嘴里跃跃欲试的时候，江夫人立马推举了波叔的外甥双下巴曹。毕竟是波叔的外甥，大嘴里只能硬生生憋下这口气。至于沈维，波叔本就喜欢这个年轻人，于是在不久后，沈维成为了新一任的红棍，而发小杰克、二把手康诺伊则沾了沈维的光，实现了正式加入新安逸的梦想。作为一名优秀的卧底，沈维算是成功的渗透进了新安逸的高层。上司雷蒙德想趁这个机会让沈维接触一下为新安逸提供资金的索尼，只要能够通过索尼切断新安逸的资金来源，那么就能对新安逸造成不小的打击。可接下来雷蒙德却说道，他想暗中抓捕沈维的发小杰克，并将之发展成线人，但这个举动却触犯了沈维的逆鳞。沈维立马拒绝了这个馊主意。可好景不长，由于温斯顿的死，让发小杰克觉得加入新安逸并没有想
象的那么美好，他总感觉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于是杰克便约上沈巍前去要了一些18K 的珠宝，好为之后的全身而退做些准备。但做完这一切后，杰克还是被警方所逮捕。他并没有供出沈巍，而是默默的独自承担这一切。然而坏事总是接踵而至，极端势力18K见波叔身在病房，于是趁这个机会包围了医院，想要除掉这位心安逸的龙头。接到消息的沈巍迅速赶往了医院，在医院里，沈巍遇到了索尼的手下李奇，二人联手清理了18K 成员。可哪怕是战斗到最后，也没有见到来自心安逸的支援。原来心安逸内部的游戏规则早已改变，所有的高层其实都在盼着波叔离世，只要波叔一死，他们说不定就能成为龙头。经过了这件事，沈巍凭借和李奇共患难的交情，成功通过李奇接触到了为心安逸提供资金的索尼。为了能够得到索尼的犯罪证据，沈巍准备前去帮他接待一名叫薇薇安的女明星，而薇薇安也正是李奇的女友。在见到了薇薇安和她的闺蜜以后，沈巍带着他们感受了一场街头竞速，并成功获得了闺蜜的芳心。见沈巍办事效率还不错，索尼让他再次前往了一间公寓，布置摄像头。当沈巍安放好摄像头，才发现这里所住的人竟然是李奇和薇薇安。看来索尼获取资金的手段就是通过偷拍艺人隐私的方式威胁艺人为他们赚钱。沈巍也算是成功拿到了索尼的犯罪证据。而在帮索尼办事的期间，极端红棍江夫人再次约见了沈巍，原因就是双下巴曹似乎不太甘心做个临时龙头，他要除掉波叔，将龙头的位置一直做下去。一旦双下巴曹这样做了，那么大嘴里肯定会在动手之前先除掉双下巴曹，大嘴里就能以清理门户的借口顺利坐上龙头的位置。跟这些老江湖比起来，双下巴曹根本不值一提。在江夫人的授意下，沈巍潜入了双下巴曹的宅邸，利用他迷信风水这一点，将宅邸弄得看起来很不吉利。当双下巴曹回到家中以后，瞬间明白了其中暗藏的威胁，果断放弃了争夺龙头的念头。而不久后，波叔也没能坚持下去，最终去世了。龙头之争也将会进入白热化。由于之前掌握了索尼的犯罪证据，沈巍将证据交给了上级佩德鲁，并以此来要求佩德鲁释放发小杰克。奇怪的是，佩德鲁也知道了波叔的死讯。如今最大滔天的索尼即将被捕，波叔也已去世，心安逸遭受到了重创。佩德鲁便打算让沈巍结束卧底行动，但沈巍却深知一旦放任不管，大嘴里就会坐上龙头的位子，那样的话，心安逸只会更加的极端。沈巍当即怒喷了上级佩德鲁一顿，毕竟他是来将心安逸连根拔起的，而不是让这个极端势力重新洗牌。尽管沈巍没有遵从命令，佩德鲁也还是将杰克放了出来。经过了这一系列事件，杰克感觉继续待在心安逸已经没有了意义，他现在只想和自己的女神九妹一起做个小生意，安度余生。后沈巍带上杰克参加了波叔的葬礼，各怀鬼胎的心安逸高层也都来到了这里，和大量18K 的成员却悄然包围了墓地。而佩德鲁也带着警员赶到了墓地，但他却并没有赶走18K 的意思，只是默默地逮捕了索尼后便离开，任由心安逸的人自生自灭。见佩德鲁带人离开，18K 的成员立即向着他们冲了过来，但这些暴徒却并不知道，他们的敌人里有一位绝世高手。在沈巍的包围下，18K 成员根本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后面赶来的18K 增援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就被沈巍劝躺下了。经过这件事，心安逸的高层也明白了，想要对抗18K就必须解决现在群龙无首的问题。于是他们决定通过正规的选举来选出新的龙头。但对于大嘴里来说，只要是正规选举，他就不可能成为龙头。本就心狠手辣的大嘴里，表面上答应了选举，但背地里却对沈巍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想要以此来尽可能的铲除竞争者。就连朱大娘的餐馆他也没有放过。好在这些明面上的进攻对于沈巍来说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应付了大嘴里的进攻，沈巍前去找到李奇，因为索尼曾是大嘴里的盟友，如今索尼被抓，李奇自然也就选择支持大嘴里。沈巍也没有废话，立即说出了索尼偷拍过他和薇薇安的隐私。李奇瞬间明白了，自己只不过是索尼随手可弃的棋子而已，于是他干脆带上薇薇安离开了这个地方。然而沈巍目前的处境依旧不容乐观，上司雷蒙德冒着风险约见了沈巍，因为佩德鲁觉得沈巍背叛了自己，现在他已经准备除掉沈巍。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丧心病狂的大嘴里竟然暗中联合18K 绑架了发小杰克。如今的杰克可是沈巍最亲的人了。在得知了杰克正在一处海岛后，沈巍当即驾驶快艇冲出了海面，并以常人所无法理解的速度赶到了海岛。还好沈巍来得及时，将已经被活埋的杰克挖了出来。来自死亡的恐惧让杰克情绪几乎崩溃，沈巍只能任由杰克出去散心，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悲剧。当沈巍再一次见到杰克的时候，杰克已经在遭受了无尽的折磨后死去。如今又一个最亲的兄弟离开了沈巍，而陷入悲伤的沈巍也不慎被人打晕。当沈巍再次醒来，18K 的杀手对他展开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并且沈巍卧底的身份也被上级佩德鲁泄露给了大嘴里和18K。凭借过人的身体素质，沈巍硬是没有承认自己卧底的身份，反而还找到机会挣脱了束缚。只要沈巍能够自由活动，那便是永睡拳法的天下。杀手见沈巍实力不俗，于是决定和他来一场公平的决斗。之前也说过了，没有人可以在沈巍手下走过3招，这位杀手同样也不例外。随后沈巍从死去的杀手那里索要到了大嘴里的踪迹，那么接下来就是让其血债血偿的时候了。过往的经历不断在沈巍脑海中浮现，带着无尽的杀意和怒火。沈巍劝退了大嘴里的所有手下，哪怕被霰弹枪击中，哪怕被快艇带着撞进了海上加油站，沈巍也依旧撕咬着大嘴里不放。最终大嘴里倒在了日子冲拳的蛮横攻击下，沈巍也终于报了血海深仇。至此心安逸的内斗被彻底终结，江夫人顺利成为了龙头，而上级佩德鲁也将迎来升职加薪。不过还是那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没过多久，沈巍收到了江夫人寄来的录像，上面记录了佩德鲁在医院内用注射的方式杀害波叔的全过程。有了铁一样的证据，沈巍前去抓捕了佩德鲁，并让他顺利的踩上了缝纫机。故事的最后，同样知道了沈巍卧底身份的江夫人并没有拆穿沈巍的身份，毕竟他能成为龙头，沈巍功不可没。江夫人索性也就任由沈巍自生自灭。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